欢迎大家来到真都假都。我们今天主题是谁是真老师？如今呢，互联网上有各种俊男美女的老师啊，越来越多，很多00后也加入了老师的队伍。大家对老师都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比如觉得他应该很严肃，各行各业呢都会互称老师，对吧？姜老师啊，孙老师，好像老师的门槛越变越低。那其实真正的老师应该是什么样呢4位评委与5位陌生嘉宾进行4轮问答互动，筛选出谁是真的老师。5位当中只有2人是真的老师，评委与选手中获胜一方将获得现金奖励。今天呢，我们请到2位飞行嘉宾也很特别啊，就是之前我们都会介绍这是什么老师，但他们俩今天是真的老师。Hello， 大家好，我是熊猫堂的舞蹈担当，我叫17军啊。我曾经呢是一名幼儿教师，教过小朋友们跳过舞蹈。Hello， 大家好，我是九龙，现在是一个中学的历史老师。对，这里有中学历史老师。历史写在身上，太离谱了。我现在还是一个会在线下讲脱口秀的一个脱口秀演员。我觉得这个九龙老师就是把刻板印象穿在身上。你平时都会这样穿吗？讲脱口秀时会这么穿。其实我觉得九龙老师特别像我心中的历史老师啊，但是你不是很像我心中舞蹈老师，因为舞蹈老师身材都比较好一般。我是那种就像我现在做的这个大马男团一样，我们就是要攻破这个刻板印象。所以是有大马舞蹈。对，大马唱跳，大马唱跳，但咱们的舞蹈还是不能落下的。选手也来一个自我介绍吧，从1号开始。各位老师大家好，我叫孙奇杰，今年31岁，目前是在花园县的某希望小学里任教。目前已经教了2年了，主要教的就是心理健康，然后还有一些体育，然后偶尔代课美术。我叫小明，然后今年24岁，是一名小学2年级的数学老师，刚刚工作2年，会兼顾班主任的工作。Good afternoon, everyone. Welcome back to my English class. 大家好，我是星星，今年24岁。我呢是去年毕业以后加入了教师这一行业，目前在北京的一所初中，然后当一名初中英语老师，教的是初中1年级。你在学校上课会穿这种露脐装吗？当然不会啦。我有一次穿了一个那种裙子，然后带上那个小蜜蜂嘛，然后我学生就说：“老师，你今天是来打歌的吗？”哇，确实挺损。我以后就再也不穿那种裙子啦什么的，一般就是衬衣和裤子。我叫耶耶雪球，然后今年刚刚29岁，现在在一个大学当老师，教市场营销系的学生。我是刚毕业2年，所以当老师还不到2年。在大学当老师，这么年轻，我是有点困惑的。就是27岁博士毕业嘛，就是最早的那一条路径。27就能博士毕业吗？就是本科毕业之后就直接读硕博连读5年。九龙老师什么学历啊？我研究生学历，然后我毕业也27岁。那你跟他的差距不只是相貌啊。我叫乔永坤，今年23岁，我是一名非常严厉的体育老师，现在是会接触很多青少年儿童的体适能，然后还有中考、体测，还有高考的一些像统招这种的，我都会去带。那你上课的时候就是头发会怎么处理呢？我上课的时候头发会戴帽子，就是会把头发编到后面。那现在第1轮他们自我介绍完，你觉得谁是老师？我觉得3号，因为我觉得他刚刚那个说英语的那个气质，然后和他的穿搭，我觉得是我想象中的英语老师的样子。你觉得呢？我觉得4号不太像。我是觉得如果进入工作当过老师的人，应该是有一些不耐烦。所以他们谁比较不耐烦？我觉得5号比较不耐烦。我特别想知道3号，就是你们俩学生一般会怎么办呢？比如说他们早读的时候睡觉，我说第一组同学睡什么呢？再睡后面站着去吧。这个没有老师那种压迫感，太温柔了。他是那种刻意支棱起来。那你在干什么呢？5号来个压迫感。他确实有一点严厉的感觉。是。当老师的职业生涯中，你们印象比较深的一次是什么？我主要教的就是心理健康这个方向，因为我比较在乎就是跟学生的一个沟通，要抓住他们心底的那些小九九。有一小男孩就问我，老师，我就特别喜欢一个人，特别崇拜他，你能不能给我一点建议，我怎么写呀？然后我教他，我说你可以类比一下嘛。然后结果他写的第1句话是老师你好刷，拼音他帅不会写。第2句就是老师你像狗一样刷。然后我可能更多的是那种情景式的教学，言传身教那种感觉。我印象比较深的应该是我刚做老师职业生涯中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当时应该是刚上课，然后下面小朋友就会吵吵闹闹的，然后我就会点名，我说那个谁谁谁，你给我安静一下。你当时怎么说的？比如说思文老师，我说思文给我安静一下啊，就是这样。安静一下。然后但是那个小朋友他是非常童真的眼神跟我说，老师安静是什么意思呀？我问他，老师安静是什么意思呀？然后我觉得这个的话是我可能要考虑的，如何能跟小朋友有效的去沟通交流。可以
以分享一下，就是我第一次给学生上课的经历。你要想进一个学校，你要面试，要试讲。就这个试讲的这个过程中，我就特别紧张。我以为我自己发挥的非常一般，但是下课铃响了以后，一个小男生跑过来跟我说老师你讲的好棒啊，你是我见过讲的最清楚的英语老师。就感觉自己真的是责任巨大，就是你肩负着他们可能未来几十年的一个命运，可能会误人子弟。还挺细节的哈。对，想问一下3号，因为面试除了有试讲，还有说课，两个的区别在哪里？就是一个类似于10分钟的一个小的一个试讲的过程，是给老师讲的，这是第1轮。然后第2轮是给学生试讲。哇，好专业啊！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上学期吧，然后有一段时间我经常生病，上课然后就是经常嗓子哑，然后说不太出话，但是还在坚持搞，因为我们调课很麻烦。期末的时候是有评教系统的，然后我就看到评语里面唯一一条我特别的感动，它就4个字，说注意休息，就是你所有的努力或者说你所有的一些付出，学生都是看在眼里的。你们会有教评系统吗？会有。然后他会给你写什么？我们那边主要就是打分，好像就没有说还有评语什么。因为你的学校不如他好。北大的。5号呢？22年暑假的时候去那个河北省那边去给他们当一个省队的一个体能老师，我只会在那待2个月。本来想来个无声的告别，坐上车的时候就会看到后视镜中他们一直在后面把我送出那个酒店的那个大门，当时我觉得非常感动，可能当老师就是这种感觉很棒。但是我在想，他有没有可能是体育行业的一些从业者？其实我刚才想到1号的时候也想一个问题，就是他可能是那种很懂心理，但他不一定是老师。所以1号对我旁边这位17老师，对他有什么心理上的碰撞？我心里有问题。就这样的学生你会怎么办呢？我非常阳光开朗，我觉得不太需要引导，他需要引导我。他不行。对，我们这一轮需要淘汰一个我们认为是假的一个选手。17老师，你觉得谁不是老师？我现在觉得4号。因为我觉得他作为一个大学讲师，就是言谈他会躲避，就是眼睛一直在看地板。我也觉得是4号。我其实也觉得4号，所以我们第1轮有一个统一，对吧？我们4个人都觉得4号。其实我想选3，他在比较用力的展现这个人设。4号呢，他讲那个教评什么的，我觉得他带了一点真情实感。好，那我们已经统一了，我们就第1轮把4号投下去，好吧？已经定了。可以。游戏规则：给每位选手准备一沓50张 A3 的白纸，要求每个人分成10张一份，前3名完成者获胜，游戏结束。好，我们3、2、1，开始。哇，3号好专业。我觉得2号很专业。2号在干嘛？他把那个这样是交错的，交错。但是3号这种抖试卷就很专业，这种都会这样。他阵仗很大，但输的不太顺利。对。1号完了，这么快？哇，当然很慢。也有慢的，我就很慢。4号我们选对了。我那个纸都捋不清。好，我们结束了。时间到，前3名已经产生了，前3名分别是1号，然后是3号，然后是2号。导演组验证一下，大家分的正不正确？1号和3号都是选对的。2号呢？17、12、11。太辜负对你的信任了。游戏规则：准备10张被判过的试卷算总分。比拼谁算的分又快又准，前3名完成者获胜，游戏结束。体育老师终于要碰数学了。3号现在我就觉得他改试卷这手势也是对的。除了3号，你觉得1号和2号谁是？我觉得1号反而更香一点。我觉得1号是1号。真的吗？对，我的记忆点现在其实在2号和5号。2号这轮已经输了。为什么？像是兰花。2号很像那个鼻子。徐老师把这里面扔了。3号错了4个，1号错了1个，2号错了2个。错哪个？死心。好，那这一轮的游戏环节结束之后，接下来2位嘉宾将要有一个特权。对，就是你们现在手里面有一个牌子叫做就是他，你们俩必须共同选出1位一定是甄老师的选手。如果选对了，你们俩有奖金；选错了，你们俩会得到惩罚。惩罚？真的吗？真的是体罚吗？感觉他非常渴望得到体罚。我不想被体罚。你觉得是谁？我觉得是3号。我觉得3号他的整个习惯数试卷算分数的习惯，不像是能一下子练成的，还是应该是有练过几次的。你觉得是谁？我现在在摇摆1和3。1号他刚才的正确率是最多的，就错了1个。然后我觉得他就是气场啊，包括说话的谈吐啊，都挺像。我们俩定一下吧，3号吧。行，那我们就3号。就是他。我问一下1号吧。
你对严师出高徒这4个字怎么理解？这4个字，5个字。严师出高徒，我觉得得分情况吧，因为之前的话，我一直觉得那种严厉式的教育对学生肯定是好的，但其实对他们的心理建设不是很好。我觉得现在更多的是第一言传身教，第二个就是更多的是鼓励式教育。同样的问题，3号老师也可以回答一下。就这个严，我个人认为啊，严有2种意思，一种是说我很严厉，另一种严呢是高要求。我非常肯定就是第2种的方式，就是你对学生的每一项作业、每一项任务，你都要让他们以高标准的姿态去完成。但是对于第1种，其实我自己是不太认同的。我现在是比较偏向说和学生能有一个平等的一种姿态去沟通，但是对比较认真的事情就要高质量要求。我想问2号一个问题，那如果有政课老师过来跟你说想占领班体育课，因为我们才1、2年级嘛，其实是希望小孩去释放天性的。如果比如说有政课的老师真的要来占体育课的话，我一般是不是很倡导这件事情的。但是如果比如说是在期末之前啊，还是会把体育课收拢的。说到这个题，我倒想问一下体育老师，我看你的简历里面写了是绝不允许任何一个课来占用我的体育。没错，你用什么方法来就是做到这一点？对，反抗。平常像这个问题呢，我跟他们可能关系一定要搞好。啊，还有呢，就是但是其实最主要就是群众力量是最伟大的，就是而且小学生嘛，然后小孩他们肯定都喜欢上体育课。那我想问1号，会被别的政课老师占用吗？就你的体育课？谁敢占我课？我脾气老爆了，我跟你说，我们那个课都是以前制定好的，它没有就是存在占课这一说。这个我现在觉得1号不像，对，我现在觉得是2五。我觉得还是3吧，还是3。你呢？我也觉得还是3。我想先听17兄老师为什么还选3？男人一旦选择就不会放弃。出去吧，出去！那你呢？但是我不是男人。我可以改，我不是男的，没关系。我觉得不是3号。我也觉得不是3号。那我们最终的选择是2号跟5号。好，那现在揭晓答案的时刻到了。等会儿。因为我又想他说的，你说5号现在这样，他也不是老师的状态呀。3你们都选了，对，所以你1、2啊。那就1、2，1号跟2号。好吧，那就这样吧。我们评委团的答案是1和2。请真正的老师站起来。哎呀！不是啊！4号为什么？你看我就说，我不是马后炮吧？4号我说过吧，要留吧。天哪！然后你们选的人一个都不对，虽然我也选了2，我也不对吧？但是5号我是有犹豫的呀，你们都没有犹豫过5号。太难了，我觉得真的老师在演，假的老师也在演，都在演。就是真的老师在演，我其实不是老师，假的老师在很努力在演，我们是老师。好，对，我们今天5位选手都会得到红包。现在请我们的嘉宾老师给各位颁奖。演得太好了。那我们现在一起见证2位嘉宾老师接受惩罚。哦，我们节目为什么这样？我们节目合理吗？我们节目这个节目太难了，这个哇它更好看一些。太变态了这个。那么有好的选题或者建议，欢迎给我们发私信。最后欢迎踊跃报名参加节目。所以今天督察团任务没完成。拜拜。拜拜。